来喽！我们从脚本的上面开始。OK，好了，晚上好，大家，我们又见面啦。那欢迎来到上一集的下半集。上一集叫什么？我也忘了。OK，反正是很让人可以轻松搭配的五只表吧。那我们这一次来到下集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，上一集我们聊的有 Bambino， 有这个 Cocktail， 有 Suyosa， 有 Hamilton， 还有 Timex。那今天这一集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。如果上半集是周末阳光下的那种咖啡香的轻松松弛感，那今天的话就更像是夜晚书桌前的那一盏设计灯。那我们要聊的是五只设计语言比较强，那结构更为讲究，气质更像建筑的手表。OK， 那这些表不是靠那些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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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吸引人，而是靠比例、逻辑、几何式的秩序去说服你时间本身的美感。OK，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设计、建筑、艺术、手表、比例，OK， 我硬塞的，我硬把手表塞进来。其实，如果你们真的喜欢设计、建筑、艺术、比例这些东西，那我觉得这一集会很中你们的口味了。所以老样子一样，帮 Jimmy 按个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OK， 我们每次讲到时间、讲到生活，你们就不会错过啦。OK， 我一直觉得时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，你可以把它看得很现实、很锐利，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很温柔、很浪漫的存在。但浪漫当然不是指那种粉红泡泡的感觉，而是你在每一个瞬间都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过的、生活过的、认真过的痕迹。那手表就是那个提醒着你时间正在进行的那个小宇宙。那当你静下来，你会发现就是，其实有的时候设计很纯粹的一只表，你会发现它像一栋很小的建筑，每一条线、每一个圆、每一个比例。都不是随便乱画的，而更像是一种具备节奏感的设计所堆叠出来的，有点像是音乐里的节拍点，建筑师在画剖面图时候的空间的高低层次的节制。那20世纪整个设计的潮流，从工业革命一路到包浩斯，不禁让人们开始思考：如果东西能被设计得更理性，为什么不能同时更有美感呢？那这个问题后来成为许多手表品牌的一些设计的发想。你会发现这些品牌开始去掉一些过多的装饰，不再用那些华丽的雕花跟夸张的 logo 去说服你，反而用更多的比例、线条跟逻辑去对话。那其中 Baltic 代表的是法式的细腻，那一种手工抛光之后的光和柔线。那 Johannes 和 Nomos 则是德国理性代言词，美对他们来讲不是形容词，更像是理性的数学公式。而 Longines 则是把历史的深度拉进来，就像是在说经典，只有我们的时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那最后是 Tissot， 当代城市节奏的一个体现，在冷静的金属几何里面藏着生活的规律。所以如果说啦，上一集的那个五只像是生活里面呼吸一样的轻松简单，那下半集这五只就会是在逻辑里面思考的一种呼吸。它可以让你在繁忙之中停顿一秒，提醒你其实设计不光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，而是为了让生活的安静准确里面多一分优雅，多一分美的品质。那每当夜晚灯光打在桌上，你手上的表面反映出的是柔和的反光，那一刻我们会觉得时间好像真的变慢了。那这五只手表不是要你去炫耀，而是邀你用更细致的方式去感受时间的当下。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选这五只手表设计最浪漫的地方。那它让时间变得更有温度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只一只来看。如果你把这五只放在一起，你会发现它们像五座不同时代的建筑，从巴黎的古典立面到柏林的现代几何，再到瑞士阿尔卑斯山下那种冷静又优雅的比例感。首先我们就从法国开始。Baltic HMS 002，巴黎午后的柔光。Baltic 的灵魂在于手工感这件事情，它不像是工业产品那样子精密到没有人性，而是留了一点点不完美的温度。
002的设计呢，其实更像一张手绘的这个建筑图。你可以看到它一层一层的层次，内圈是磨砂的雾面，外圈则是细腻的放射纹。那一种转换就像是老的建筑墙面的阴影的交界处，让面盘在光下呼吸。我很喜欢它整个面盘的比例，而且它的表径是38，不大不小。弧形的玻璃有一点厚度，那种厚度带出了一种好像是老相机的怀旧感的那种柔光。细长的指针走动的时候，不是尖锐的划过，而是划过时间。它是一只会让我不自觉静下来的一只手表。那第二只是 Johans 的 Maxbill， 德国的沉默式的几何。这只表我是建议每个设计师都应该要亲眼去看过它一次，就是上网看看图片啊，去了解一下这个表，哇，怎么可以设计的这么的干净？它就像是包浩斯教科书变成手表的样子，面盘上没有任何一丝丝多余的线条，没有任何所谓的字体。有一些款式是有阿拉伯数字，而有一些只是单纯给你线性的时标。那字体可谓是这个可读性跟比例设计的这种衬托，那指针的长短则是精准到能与分钟刻度外圈对齐，那不是巧合，而是一个精密的调教。你越看它越能体会说理性也可以很浪漫，因为这只表它没有要取悦任何人，它是很诚实的把时间表现成最干净的结构，没有炫技，没有多余的情绪，但每一次你抬手看时间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又变得更整齐了。那我觉得这也就是 Johans 的跟 Normos 那种设计味道的那种让人觉得很满足又意犹未尽的感觉，那种很迷人的感觉。它不会戴在手腕上像是在叫别人说来看我看我注意我，但它可以让我自己在戴这只表的时候心更静。OK， 那第三只我们讲的是 Normos 的 Tangent， 那它有点像是柏林的几何沉默。如果 Maxbill 是几何的诗，那 Normos 就是几何的建筑。那这只表几乎完美的呈现了秩序的美，细长的指针、蓝钢针，搭配上笔直的这个表耳，那个衔接的角度就像是现代主义的立面的天际线。我很喜欢 Tangent 那一种很中性的气质，它不分性别，不挑风格，可以穿西装、工装、T 恤都不违和。它的力量感在于它极致的那种平衡，每一个比例都刚好，不会多一分，也不会少一分。我觉得这就是柏林的味道，冷静不冷漠，理性但是有灵魂。它不急着要去取悦谁，但是时间久了，你就会爱上它的那一种实在诚实的感觉。那第四支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Longines 的 Heritage Military 1937历史的重构。我觉得这一支表奶油的面盘，蓝色的指针，再配上有一点点复古感的这个好像有点破损感复古感的这个面盘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怎么说呢？1938年的军表的样式，它透过现代的工艺去做还原。你可以看到大号的这个阿拉伯数字、蓝钢指针、细致的面盘，最厉害的就是它的比例的更新。它没有直接的去复刻旧的版本，而是用现代人的手腕视觉平衡去重新计算。整只表有一种很温柔的力量，它不会过度高调，也不会让人觉得它过度的在追寻怀旧这件事情。那是一种时间洗涤过后的质感，像是老木头、老的橡鸡皮套、老的皮具，或者是一张泛黄的纸。你带着它，你就会觉得今天跟80年前的某一个人正在共享着一段记忆跟呼吸。我觉得这只表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很安静，然后这个表也有很强的鲜明的这种搭配感，配上灰色啊或者是咖啡色的表带，甚或是你想要正式一点点，配上黑色的麂皮表带，我觉得这个表非常非常的百搭，很好看。那最后一支呢，则是 PRX。我知道我在前几集也有讲过 PRX，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 PRX 是一支现代工艺也很有诗意感的一支表。它整体是冷静金属的，但是它又不会到过度的冰冷。每一个倒角啊，每一个折线
跟建筑的结构一样很有逻辑，它整个格纹的面盘就是它灵魂的所在。有些人会说这就是这个 waffle dial， 就是跟 AP 很像或者是什么的。OK，anyway，我不管，因为它是把这个1978年的那个老设计重新搬回到我们的面前来。再加上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花100万买一只大三针的 AP， 没错吧？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代表，为什么要让表变成累赘呢？所以每个人观点不一样，大家彼此互相尊重。OK， 那整个格纹我觉得是它这只表的灵魂的所在，它是一种节奏感，也是一种像是城市一样整齐的排列的感觉。戴在手上呢，会觉得它融入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捷运里敲键盘过斑马线，我觉得整只表因为它一体式链带，每一个角度当我在转我的手腕的时候，那种反射回来光线的瞬间，我会觉得那就是一种很现代的设计。PRX 的美在于我觉得它整个设计的平衡度让人觉得它很自信，它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证明，它存在的理由就是我很准确，我很理性，我很干净。那当你仔细看，它又有温度，整个玻璃到表耳的转折，藏着那种工业设计最难的一刻，就是怎么样去让一只全钢冷冰冰的表变得有人使用的味道。把这5只表放在一起，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。Baltic 是对于时间的一种怀旧， Johans 是一种很极端的理性美， Nomos 是几何的一个纯粹， Longines 则是历史的重生， PRX 则是现代去演绎过往的节奏感。他们所共同讲述的设计语言都代表了某一个程度的永恒，而那个永恒就是比例、光线跟留白。这5只表他们在面盘上面都留下了一定的空白，让眼睛在阅读上使用上不会有过度的压力。 OK， Baltic 使用的机芯是这个 Miyota 的自动上链，那 Johans 跟 Nomos 则是用德系的精密代表，那 Johans 用的是 J800 的这个自动机芯，那后者是用这个自制的 Alpha 手上链，也是这个 DUW3001 的这个机芯，那同样都很稳定，手感都很利落。Longines 则是用这个 L888 的自动机芯，那是里面最好的一颗机芯，72小时动力储存。我觉得复古的外观，现代的心脏，所以如果喜欢复古表的，这一只表真的是蛮值得推荐的。Tissot PRX Powermatic 顾名思义，它的续航力就是80个小时，然后日差也控制得很好。如果觉得不够准的人，其实可以请师傅再帮你调准一点点。那这个东西就看个人，像我个人是完全不调的，因为基本上机械表我根本就，我好像不太调时间。就是某些时候我真的要看手表的时候，我会稍微调一下，然后剩下我就是把它上一上链，让它油不要干掉就好了。OK， 那其中 Nomos 跟 Johans， 我觉得他们的那种纤薄感特别适合有穿衬衫的袖口。PRX 也很适合，可是它更多了一点点钢带，多了一点点工业的线条。Baltic 跟 Longines 则是以皮带去呈现那种复古的温柔的温度。我觉得这些组合很有趣，它从工艺走到感性，从感性走到工艺，整个体验设计不光是装饰，而是工程跟情绪之间的平衡。OK， 那再来就是价格的部分了。Baltic 的 HMS 002大约是在台币13000左右，美金400块。那 Johans 的 Max Bill 呢，则是在美金大约1000元左右，台币大概33000到3万。OK， 那 Nomos 则是 Tangent 则是1600美金，大概台币在5万多块台币。Longines 的 Heritage 呢，则是今天最贵的，大概在2000美金，大概是6万到6万6。OK， 那 PRX Powermatic 呢，大概是在750美金左右，大概在2万3上下。其实这几只表呢，都不是到很过分的一个价格，我觉得大家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预算，其实都可以很轻易的从这5只表里面去选出一只你很喜欢的表。那这5只表虽然比上半集的价格至少都高出了1倍了，但是这也是你跨入正式的这种设计机械表的这个领域，你买的不光是机械表这件事情，而是一个设计的价值。以 Baltic 来说，它让伪品牌这个概念走向了精品化。
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啊，尤其是像 Botek 跟这个 Christopher Ward，他们都在推广国际这一块，其实我觉得做得越来越好，真的是还不错。那 Normos 跟 Johanns 呢，就是德国设计的一个骨干。我觉得不一定是朗格，不一定是 Glashütte， 我们也许 Johanns 跟这个 Normos， 它也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选择。那 Normos 会稍微再比 Johanns 再贵一点点，不过两个的设计风格虽然都是以包浩斯为主，但是它并不会那么的相似。我觉得反而更像是两个不同极端的简约设计去走。OK， 那长青不退流行的呢，就是当然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Longines 啊，它用历史说话，而 PRX 则是以现代的工艺结构感呢去吸引新的时代。我觉得这一组从$400到$2000的这一个设计风格，从入门的 Botek 到你想选极简的 Maxwell， 或者是想要建筑语汇很强的 Normos， 或者是你喜欢这个历史温度，你就选 Longines。那如果你想要780年代那个对于未来城市巨型城市的想象，那我觉得可以选 PRX。我觉得这一个组合，这一组更适合就是对于美感设计很有感知的人。你不一定要是收藏家，但是你在意比例、光线、抛光，甚至是它的字体。我觉得设计师、建筑师、创意工作者 Normos 或者是 Maxwell 那种极致干净、比例精准的表，会让你觉得很有完成设计的仪式感。那复古的爱好者呢，则是推荐 Botek 跟 Longines。如果你喜欢的是老的相机比如说老的 Nikon 黑胶唱片老的木头家具，那我觉得这两支会让你觉得时间很有味道。那再来一个是 PRX， 你每天在捷运、都市、玻璃大楼之间穿梭，那 PRX 的几何线条就是你的生活节奏。我觉得这5支的存在感会比上半集的更强一点点，但不是那种炫耀，而是那种内敛的，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，你带上它不会改变世界，但是会改变你对于世界的一些看法。OK， 我觉得这2集聊下来，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点感受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追求的表不是复杂，不是品牌，而是一种平衡感。上半集是生活的一种呼吸感的放松、松弛感，下半集则是美学的一种沉浸跟探讨。我觉得不管你们是喜欢 Orient 那一种温柔的文青感，还是 Normos 的建筑理性感，手表最终要符合你想要的气质，它都不是炫耀的工具，而是让你对时间产生情感的一个媒介，一个物体。那这5只表设计感所代表的不光是美，也是设计师对于设计的态度。那设计不光是为了被别人看见，而是为了让别人使用的更为自在，符合他对于手表的那一种想象。而时间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设计，是上帝设计给我们每天都得去走的这段路，它就是时间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2集对于手表的诠释，记得帮吉米按赞，告诉我你会想要入手哪一支，也可以告诉我你想看哪一个品牌或哪一个设计师的故事。那下一集我们会再聊到更不一样的，同样也会推荐5只手表让大家来做思考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。OK， 那我就先卖个关子，就先不讲。所以呢，不论手表贵跟便宜，他们都留不住时间，但每个当下，你我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。吉米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，玩得健康，戴手表可以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。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。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，Peace。